别再黑热巴了。Vogue 金9真正的赢家只有他。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关于 Vogue 金9期的单人封面销量数据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看到所谓的销量排行榜时，第一反应都是惊讶，堂堂国际顶级时尚杂志竟然在金9这样的重磅节点上选择了为每一位女明星单独开售链接。结果呢？全网一片唏嘘，销量普遍惨淡。有人调侃，这是时尚圈的一次大型翻车现场。而在这样的讨论中，迪丽热巴的名字频频被提起，她以6000余本的成绩领先，却依然难逃被拿来质疑和议论的处境。我想说，大家是不是对销量这2个字看得过于狭隘了？一本杂志的封面真能代表一个明星的全部价值吗？如果连迪丽热巴都被扣上惨淡的帽子，那是不是说明问题本身根本不在明星身上，而在于这个操作方式本就存在漏洞？首先，我们来看看背景。金9封面历来是时尚杂志的兵家必争之的，往往只有极少数顶级明星能登上。这次 Vogue 却破天荒地给每位女星开单人链接，一下子把这个本该稀缺的荣誉稀释成了集体项目。试问，当每个人都有封面时，这份独特性与价值感还剩下多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用单纯的销售数字去衡量，未免太过苛刻。其次，别忘了如今的市场环境，谁还会在数字化、碎片化的时代花钱去买一本单价不低的纸质杂志？大众消费习惯早已改变，流量和关注点更多集中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间。相比之下，买一本杂志的实际意义早就不如10年前。换句话说，销量少不等于没有人关注。热巴封面的传播度、影响力已经在社交平台上远远超过了这几千本的数字。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不应该用这次事件来否定迪丽热巴。相反，她能在一片低迷的环境下，依旧以6000多本的成绩领先，恰恰说明了她强大的号召力。要知道，同期还有不少一线女星，销量甚至只有几百本。放在同一个平台对比，谁的表现更突出，其实一目了然。她不仅没有拖后腿，反而成了唯一撑起局面的那个人。可是，偏偏有些声音喜欢阴阳怪气，把问题推到明星头上，说什么粉丝不给力，市场不买账。这样的说法不仅不公平，还刻意忽视了现实。粉丝不是 ATM， 明星也不该被捆绑在冷冰冰的销量数字上。迪丽热巴这些年来在作品、演技、综艺和时尚领域的努力与成绩，难道能被一本杂志的销量轻易抹掉吗？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为什么在这次所谓的销量大战里，反而是迪丽热巴站在了舆论的中心？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本身就自带关注度。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有她的名字，就会有人去讨论、去放大。而其他明星，哪怕销量更低，却并没有掀起多少水花。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她影响力的证明。另外，我想替热巴说一句公道话，她从来没有因为销量去大肆宣传、制造噱头。她安安静静地完成了封面拍摄，交出了自己的专业态度。真正引发争议的是平台的操作模式，是消费市场的变化，而不是迪丽热巴本身。相比之下，那些一边自知环境低迷，一边还硬要把锅甩给明星的人，才是最该反思的。说到底，这次 Vogue 金9的疯狂开单，更像是一场实验，测试市场的反应，试探粉丝的购买力。但实验的结果已经清晰地摆在眼前，这种模式根本不可取，销量并不能作为衡量标准，数字也无法取代真正的影响力。热巴作为其中最亮眼的一位，反而证明了自己在这样一个低谷实验中的稳固地位。我想，这件事对观众和粉丝来说，也是一个提醒，不要被所谓的销量数字牵着走，更不要轻易被带节奏。真正的价值，不是几千本杂志能定义的。
迪丽热巴一路走来，从新人到如今的顶流，靠的不是虚假的数字游戏，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她的作品，她的时尚资源，她的口碑，远比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更有说服力。所以，当有人用惨淡来形容这次销量时，我更愿意说，这是一次市场实验的失败，而不是迪丽热巴的失败。她依旧是那个稳稳站在台前的女演员，她依旧拥有无数支持她的观众和粉丝。别忘了，在娱乐圈的竞争里，能够始终保持热度和话题度，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这世界已经够浮躁了，我们不需要再用数字游戏去否认一个演员的努力和价值。至少在我看来，迪丽热巴的6000本不是惨淡，而是独自撑起场面的实力象征。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平台该如何珍惜金9这样宝贵的机会，而不是把矛头指向那些努力付出的演员。明星资源背后的真实逻辑，以迪丽热巴为例。近日，关于迪丽热巴深陷资源之争的话题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微博热搜下，热巴全靠资本捧，没实力就别酸我姐的商业价值的争论此起彼伏，粉丝互撕，对家争锋，营销号添油加醋，仿佛又把这位当红小花推上了风口浪尖。可如果冷静下来细看，不难发现，所谓的截胡资本操控，往往是外界的一种过度解读，甚至是带有立场的偏见。2024年底，迪丽热巴成为某国际美妆品牌的全球代言人，一时间引发巨大的讨论。有人质疑她通过团队捆绑资源才拿到代言，甚至拿出所谓的品牌方点赞他人内容作为证据。但事实是，品牌最终选择谁，并不是基于一张截图，而是综合考量全球市场号召力、销售转化能力和明星的公众影响力。热巴过往的商业战绩早已摆在那里，某款口红开售10分钟便售出5万支，这样的销量足以说明它的市场价值。一个国际一线品牌愿意把全球代言交到他手中，绝不是一场所谓的截胡，而是出于商业理性的判断。类似的争议并不罕见，早在长歌行选角时期，就有传言趁杨紫原本是女主，后来因为嘉行投资，角色才交到迪丽热巴手中。这样的爆料在娱乐圈屡见不鲜，但真相往往远比流言复杂。首先，嘉行确实有权优先考虑自家艺人，这在业内早已是惯例。其次，热巴最终能挑大梁，也与她此前在多部作品中积累的口碑与人气有关。克拉恋人3生3世十里桃花里，她凭借灵动自然的表演圈粉无数，这种演技与观众缘是无法简单用资本来取代的。不可否认，在当下的娱乐产业，商业价值是衡量演员能否获得顶级资源的重要因素。一位制片人直言 ，S 级项目看重的不只是演技，还有背后资本与市场数据。这并不是热巴艺人的特例，而是整个行业的普遍逻辑。他之所以频频获得优质资源，是因为他兼具流量与商业号召力，粉丝活跃度高，带货能力强，作品常常引发广泛讨论。若没有这样的综合实力，资本再多，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它的热度。然而，质疑声依旧不断。有人匿名爆料他要求更换剧组造型师，有人说他耍大牌。这些指控往往缺乏确凿证据，却能轻易在网络上掀起风浪。事实上，真正与他合作过的工作人员，更多时候提及的是他的敬业精神。烈火如歌时期，他曾在高烧的情况下坚持吊威亚拍摄，完成高强度动作戏。在《你是我的荣耀》中，他为演好航天工程师的角色，专门向专业人士请教，力求细节准确。这样的付出，是任何标签都无法抹杀的。如今，《公诉精英》正在播出，有人评价他是在借政法题材进行转型升级，但所谓的靠资本转型，更像是对他努力的不公否认。一个演员能否完成角色转型，最终要靠作品和表演来说话，而非外界的标签。事实上，
从播出效果和观众反馈来看，热巴在这部剧中表现稳健，角色塑造也得到了一定认可。从另一个角度看，热巴是否靠资本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些伪命题。资本与演员之间本就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关系，没有任何资本愿意在没有市场潜力的演员身上反复投入。迪丽热巴能持续获得品牌与剧组的青睐，背后靠的是她多年累积的观众基础、良好的路人缘和实打实的商业转化能力。这不是资本堆砌的结果，而是市场自然筛选的必然。娱乐圈的水确实很深，粉丝的互撕、营销号的带节奏、资本的利益角逐，都在其中交织。但在喧嚣之外，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一个事实：迪丽热巴能成为顶流，并非偶然。她的美貌让人记住，她的努力让人认可，她的商业价值让她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这些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她今天的地位。因此，与其一味纠结资源之争，不如去关注她的作品与成长。毕竟，一位演员能否真正被认可，最终靠的不是传闻与争议，而是他用角色打动观众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迪丽热巴已经用实力和成绩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迪丽热巴着黑色羽绒服现身，机场黑超遮面酷飒十足。我叫迪丽热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从小我便沐浴在知识的海洋中。然而，我对艺术的热爱却如同种子般在心中悄然生根发芽。长大后，我选择了演艺这条路，希望用我的表演传递情感，温暖人心。今日，我身着黑色羽绒服，头戴黑色墨镜，独自一人现身机场。黑色是我今日的主题色，也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或许是因为即将迎来一场重要的拍摄，心中有些许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和憧憬。机场的人流熙熙攘攘，我低头快步前行，尽量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然而，即使我戴着墨镜，也无法完全掩盖我的身份。不时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偷偷拍照。我微微一笑，心中却有些无奈。作为公众人物，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但有时候还是希望能有片刻的宁静。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热巴姐，是你吗？”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孩正激动地朝我走来。她是我曾经的粉丝，也是我们合作过的一部剧的忠实观众。她手中还拿着我的签名照，显然是特意来机场找我的。我微笑着与她打招呼，并邀请她一起坐下来聊聊。她告诉我，她是从外地赶来的，特意为了见我一面。听到这里，我心中不停有些感动。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有人愿意为了见你一面而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缘分啊！我们聊起了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希望有一天能像我一样站在舞台上。我鼓励他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同时，我也分享了自己在演艺道路上的经验和心得，希望能给他一些启示和帮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逐渐放松了心情，也感受到了来自他的温暖和关心。我们仿佛成为了朋友，彼此倾诉着心中的烦恼和喜悦。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这份缘分。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就要分别了。他依依不舍地与我道别，并希望我能保重身体，继续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我微笑着答应了他，并祝福他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我能遇到这样一位真挚的粉丝和朋友，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他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温暖和支持，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回到家中，我仔细回味着今天的经历。那个年轻女孩的出现让我意识到，作为公众人物的我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一个偶像，更是一个能够影响和激励他人的力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传递正能量和温暖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然而，就在我沉浸在自我反思中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这份宁静。原来，那个年轻女孩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场车祸，虽然伤势不重，但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心中不停感到一阵震惊和悲痛。我立即联系了她，并询问了她的情况，得知她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且情况稳定后才稍微放心了一些。我决定去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一些慰问品和祝福。当我走进病房时，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苍白而憔悴的面容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我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她，并告诉她要坚强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她听后眼中闪烁着泪光，并紧紧握住我的手，仿佛找到了力量和勇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时常去医院看望她，并陪伴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也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升华和升华。她不再仅仅是我的粉丝和朋友，更成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就在我们逐渐走出阴影，重新拥抱生活时，一个更大的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她需要接受一次重要的手术来修复受损的身体部位。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们都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但我知道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她，必须给她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这个挑战。于是我开始四处奔波，寻找最好的医生和医院，希望能够为她提供最好的治疗条件。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位知名的专家，并安排了她进行手术。手术当天，我紧张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口，祈祷着一切顺利。终于手术结束了，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只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她就可以重新站起来走路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紧紧握住了医生的手，表示感谢。当我走进病房，看到她安然无恙地躺在病床上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继续陪伴着她度过了康复期，并见证了她的坚强和勇气。她逐渐恢复了健康，并重新站了起来走路了。当她第一次站起来走路时，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也更加珍惜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现在，那个年轻女孩已经康复，并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我们也依然保持着联系，并时常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心情。她告诉我，正是因为有了我的陪伴和支持，她才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而我也深深地感激她给我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这次机场的偶遇不仅让我收获了一个真挚的朋友，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传递正能量和温暖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在流量时代，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简化为追捧与被追捧。然而，迪丽热巴近期的一则机场偶遇粉丝的故事，却让人看到了另一种温度感。无论故事细节是否带有文学化的加工，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当下娱乐生态中一段被忽视的议题。明星与粉丝之间不只是数据与消费的连结，更可以是情感与力量的互动。迪丽热巴以往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更多是顶级美貌话题女王、商业价值担当。她的每一次亮相，无论是机场造型还是代言海报，都能迅速登上热搜。然而，机场故事里的她褪去了镁光灯下的华丽外壳，而是一位能坐下来倾听粉丝心声的普通女性。她鼓励年轻人追梦，分享自己在演艺道路上的辛苦与坚持。这种真诚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反差感的温暖。粉丝文化在中国发展多年，逐渐出现了功利化和极端化的趋势。数据打榜、控评户主、营销引战这些行为，使得粉丝二字在公众语境中渐渐带上了负面色彩。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粉丝对明星的喜爱来源于最单纯的情感寄托。迪丽热巴在故事中选择把粉丝当朋友，以陪伴、鼓励回应对方的支持，这无疑是一种正向示范。明星不仅被仰望，也能成为理解和传递力量的人。更值得思考的是，这段故事折射出明星影响力的另一面。粉丝女孩因一次偶遇而倍感珍惜，她的生活因热巴的鼓励而获得勇气与希望。由此可见，明星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并不局限于娱乐产品的制造者，他们同时也承担着价值观和情感的传递者身份。热巴的温柔与责任感，恰恰让公众看见了明星作为社会影响力个体的意义。当然，现实中的明星不可能与所有粉丝建立如此深厚的私人关系，但迪丽热巴这一被书写的故事提醒我们，当明星愿意以真诚回应，哪怕只是简短的微笑和互动，都能让粉丝感受到不一样的温度。这种温度比冰冷的流量数据更能打动人心。在喧嚣的娱乐圈里，人设往往可以被包装，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交流却无法造假。迪丽热巴的例子告诉我们，明星与粉丝的关系并不该只是商业链条上的冷冰冰的消费关系，而是可以成为互相成就的双向奔赴。真正长久的魅力，或许就来自这种温度。金靖发疯名场面，迪丽热巴都被逗到笑场停不下来。在综艺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快乐叫金靖，只要她一开口，一亮相，那绝对是欢乐的导火索，毅然就炸出满场笑声。迪丽热巴就常常被金靖逗得毫无偶像包袱，笑到停不下来。在开始推理吧3的走红毯环节，金靖的艺人属性大爆发。只见她猛地掐起腰肢，高举着手臂，扭动着屁股，迈着极具张力的步伐，在红毯上那叫一个大放异彩，瞬间成为全场焦点。一旁的迪丽热巴都被她这突如其来的疯癫模样惊到了，羞涩地低下头，嘴角却忍不住上扬，努力憋笑的样子可爱极了。金靖还不罢休，对着热巴喊把头给我抬起来，更是让热巴哭笑不得。还有一次，金靖分享自己角色故事，说自己在学校里体弱多病，到处找哥哥照顾，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和哥哥们的爱恨情仇，那表情夸张的比8点档电视剧还精彩。坐在一旁的热巴一开始还努力保持端庄，没一会儿就被逗得哈哈大笑，眉眼弯弯，根本停不下来。更绝的是，金靖给自己冠以金丝雀的自称，还教大家北方人如何正确发音金丝桥。接着谈起自己获得的推莱美最佳新人歌手奖时，那声音仿佛喉咙里真有一辆摩托车在轰鸣，舞台上还真出现了卡通摩托配合音效，直接让迪丽热巴表情管理失控，笑得前仰后合。金靖就是有这种魔力，她的幽默是那么的自然直接，毫不做作。她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超强的感染力，让身边的人都能放下包袱，跟着一起快乐。迪丽热巴和金靖这对 IE 组合，一个内敛一个外向，碰撞出的欢乐火花简直能把整个综艺舞台都点燃。也难怪网友们都说，只要金靖和迪丽热巴同框，那必定是笑点密集，让人看得开心不已。这对塑料姐妹花的互动，绝对是综艺里的一大宝藏，谁能不爱呢？在综艺舞台上，观众常常期待看到明星们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另一面。对于顶流女星迪丽热巴而言，她在观众心中一贯以女神形象示人，精致的外貌，完美的红毯状态，几乎让人觉得她与生活中最普通的快乐有些距离。然而在与喜剧人金靖的互动中，热巴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可爱一面。这种放下偶像包袱的状态，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让她的人气再次提升。在节目开始推理吧3的红毯环节中，金靖的发疯式表演让全场爆笑，而热巴从最初的羞涩低头，到最后忍不住笑到表情管理失控，整个过程极其真实。这样的反差，恰恰展现出她并非高冷不可触及的女神，而是一个会被朋友逗笑，
会因为搞怪而脸红的邻家女孩。观众在她的笑容里看到了自然、真诚的情绪流露，这份可爱比任何华丽造型都更具杀伤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金靖讲述夸张故事，甚至模仿摩托车轰鸣声时，热巴从努力端庄到彻底破功，整个人笑到前仰后合。这种毫不做作的反应，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在流量明星中，能够勇敢展示自己不完美的瞬间，需要的是自信与真诚。热巴用她的笑声告诉观众，她并不是只会端坐在闪光灯下的偶像，而是一个拥有鲜活灵魂、懂得享受舞台的演员。这种 IE 组合，内敛的迪丽热巴与外向的金靖碰撞出的效果，不仅制造了综艺名场面，更让人看到了热巴在综艺舞台上的另一种价值。她不需要刻意制造笑点，只需一个掩嘴偷笑的表情，就足以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亲近感。或许这正是她能够长久保持人气的重要原因，既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又不乏温柔可爱的日常。因此，与其说金靖的搞笑让节目升温，不如说热巴的可爱反应才是让观众反复回味的亮点。她的笑容是最自然的滤镜，也是她身上最具感染力的人设。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上，热巴用一次次真心的笑声证明，美不仅仅来自外貌与造型，更来自她敢于做自己，敢于展现真实的勇气。迪丽热巴新代言海报引争议，P 图过度还是审美差异？在粉丝眼里，迪丽热巴一直是美貌的代名词。她的五官立体深邃，带着独特的异域气质，每次公开露面都能引发讨论。从早期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演绎的娇俏灵动的青丘小地鸡，到在《枕上书》里勇敢追爱的凤九，她的造型总能给人深刻印象。凭借出众的外貌和扎实的演技，热巴积累了大批粉丝，商业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为各大品牌抢着合作的对象。2025年，她正式官宣了一项新代言，本该是粉丝欢呼、品牌受益的好事，没想到海报一出，网上立刻掀起轩然大波。海报中的她与大众心中的形象判若两人。原本精致的五官被拉扯成不成比例的效果，大眼被 P 得过大，鼻梁在修图后失去立体感，嘴唇也显得不自然，整张脸透着一丝塑料感，完全没了以往的明艳与灵动。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的声音愈来愈强烈，不少人留言质疑，这是热巴吗？还以为是某个网红，P 图太狠，把热巴的特色都修没了。还有人调侃道，修图师是不是和热巴有求，把这位大美人修成这样？甚至有粉丝直接喊话，能不能把漂亮的热巴找回来？这海报修得太离谱了。双引号，这并非热巴首次因 P 图问题陷入争议。此前她的一组时尚杂志大片就曾被质疑过度修图，照片里她的脸部线条太过平滑，失去了原本的古香美感。部分网友表示，过度修图不仅没能呈现出真实的美，反而像流水线生产的网红。现场生图与精修图的对比也屡见不鲜，公众对她的真实颜值产生了更多好奇。至于此次新代言海报的争议，品牌方与热巴工作室尚未公开回应。在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明星形象对品牌推广至关重要。过度修图或许是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状态，但用力过猛往往事与愿违，引发公众反感。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件事折射出当下娱乐圈与时尚圈对明星形象的过度修饰。追求极致完美的路上，很多人似乎忘记了真实的力量。热巴作为公众人物，她的美本就具有独特性与辨识度，无需通过过度修图来增光。未来无论是品牌方还是明星团队，都应在修图上把握分寸，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而依旧美丽的她，也让代言真正发挥应有的效果，而不是陷入如今回看会被质疑的尴尬境地。过度修图让明星失去真实魅力，以迪丽热巴代言争议为例。近期，迪丽热巴新代言海报的曝光，
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争议。按理说，这位长相精致、气质独特的女演员一向是美貌的代名词，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足以引发热议。然而，这张原本应当锦上添花的代言海报，却因过度修图引来嘲讽，这还是热巴吗？美人被修成网红脸，成为一场舆论风波。事实上，过度修图在娱乐圈和时尚圈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品牌方和团队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效果，不断通过修饰来塑造一种极致无瑕的外表。然而，这种人为的雕琢往往适得其反。一方面，修图让明星失去了最具辨识度的个人特质，变得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当观众看到生图与精修图的差距时，难免对宣传效果产生怀疑，甚至觉得被欺骗。迪丽热巴的情况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她原本的美在于深邃的五官、灵动的气质以及独特的抑郁感，但在最新海报里，她的眼睛被放大的不合比例，鼻梁失去了古香之美，脸部线条趋于塑料化，这不仅没有突出她本身的优势，反而抹掉了她的独特性。观众失望的根源并不在热巴本人，而在于修图的失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度追求完美的倾向，不仅让明星形象受损，也折射出当下行业的浮躁心态。无论是品牌还是工作室，都急于制造话题流量，而忽视了观众最看重的真实感。在颜值即正义的时代，人们追捧的不只是精修照片里的无瑕，而是明星本人在自然状态下依旧动人的那份真切。因此，迪丽热巴代言海报的风波提醒了整个行业，修图可以是锦上添花，但绝不能本末倒置。明星的魅力从来不是建立在 PS 滤镜上的，而是来自他们独特的面孔、气质和作品带来的感染力。倘若修图让人认不出明星本人，那么再大的代言声量也可能沦为负面话题。未来，无论是品牌方还是艺人团队，都需要在修图尺度上更加审慎。观众并不期待一个完美到不真实的热巴，而是希望看到她真实而依旧美丽的模样。唯有回归自然，才是明星形象最有力的商业价值。迪丽热巴佛山亮相惊艳四方，金色长裙下的颜值争议。迪丽热巴在广东佛山关珠瓷砖品牌活动上，以一袭金色吊带闪片长裙亮相，瞬间引爆全网讨论。她的造型来自印度设计师品牌 Rihumi SHRA 2025秋冬高级定制系列，裙身由无数金色亮片与彩色方块拼接而成，在灯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极尽奢华。这条裙子紧贴身材设计，鱼尾剪裁完美展现热巴169厘米的身高与匀称的腰臀比。吊带处点缀的珍珠与金色长发相呼应，整体呈现出温润典雅又不失灵动的美学气质。现场生图在强光下曝光登上热搜，被多家时尚认证账号评价为优雅性感，美得毫不费力。尽管大多数粉丝用金缕一披、光化流转之类的诗意表达震撼人心，仍有部分网友对她的脸部状态略显疲惫与颜值不如从前提出质疑，相关话题随之发酵。也有不少网友持不同看法，强调热巴此次更注重温润雅致的风格，与日前时尚芭莎金九封面上的暗黑羽翼女王以及 W 盛典上的暗夜女伯爵形成强烈对比，认为这只是风格切换，而非颜值下降。作为关珠瓷砖的全球代言人，热巴在活动中积极参与产品展示，特别推介宠物共融空间理念，契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中国蓝新闻甚至调侃他下班匆匆离开像极了赶场打工人，这种亲和感也为他的造型增添另一层魅力。这组造型也带动品牌话题热度飙升，标志着他与 Rihumi Raw 的第5次高定合作，高定收割机的地位再次得到巩固。央视频也借势宣传他的新剧萧启清壤，他在剧中将出演风刀聂九罗，继续演绎利剑与玫瑰的多元女性形象。面对颜值下降的质疑和传闻中的团队重组，粉丝大多保持理性态度，表示吃瓜不信瓜，专注作品，
支持她不断突破自我边界。不论是吐槽还是称赞，热巴这次亮相再次证明了她在时尚舞台上的强大表达力与持续破圈的能力。从暗黑女王走到金光流转的长裙，她以行动证明美并非被单一标准所定义。在佛山的一场品牌活动中，迪丽热巴以一袭金色吊带长裙亮相，再次用她独特的气质惊艳全场。来自印度设计师 Rihumi SHRA 2025秋冬高定系列的这套礼服，精巧的亮片拼接与鱼尾剪裁，将她169厘米的身材比例展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舞台灯光的折射，裙摆流光溢彩，仿佛自带光环，让人移不开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热巴的造型并非单纯追求浮华，而是巧妙地融合了优雅与灵动。珍珠吊带的点缀与她金色的长发相呼应，整体呈现出一种温润典雅的美学气质。这种风格与此前她在时尚芭莎金九封面中暗黑羽翼女王的强势冷艳，以及 W 盛典上的暗夜女伯爵形成鲜明对比。热巴用不同的风格切换，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美从来不该被单一标准所定义。虽然现场部分未经修饰的生图让一些网友质疑她颜值下滑，但更多人看到的是她在舞台上自信而从容的状态。事实上，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来自脸部的完美无瑕，而是气场与表现力的叠加。正如时尚媒体评价的那样，优雅性感，美得毫不费力。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恰恰是迪丽热巴在娱乐圈长期立足的重要原因。作为关注瓷砖的全球代言人，热巴在活动中不仅仅是漂亮的花瓶，她积极参与产品展示，甚至推广宠物共融空间理念，展现了她对生活方式的理解与亲和力。中国蓝新闻更用赶场打工人的调侃来形容她匆匆离场的画面，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细节，让热巴在高定女神与生活化偶像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与此同时，她的事业版图也在持续拓展。央视频借势宣传她的新剧《萧启清壤》，热巴将在其中挑战风刀聂九罗的角色。从时尚舞台到影视作品，她不断尝试突破，赋予女性形象更多元的诠释。这种持续探索与突破的勇气，也让她在流量与实力的争论中，逐渐用作品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可以说，这次佛山亮相不仅是一次时尚事件，更是一场关于真实魅力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的盛赞，还是质疑者的挑剔，迪丽热巴都用行动证明，她的美丽从未止步于外貌，而是内外兼修的综合体现。正因如此，她才能一次又一次打破刻板印象，成为当下娱乐圈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人之一。